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5位聊一谈的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策划蓝金儿，我们要和有良心的人谈恋爱，过有趣的人生。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挺红。顶级浪漫不是霎时的花火，而是把名字刻进彼此的未来。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祝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曲伟。婚前看缺点，婚后看优点，这放大镜啊变成望远镜，日子才能过得又甜又远。希望大家都有又甜又远的好日子啊！是。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2组嘉宾，他们的日子是遇到了点问题啊！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来，请开门。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赵先生56岁，来自辽宁退休；陈女士51岁，来自辽宁退休。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结婚19年了，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今年16岁了。这么多年，她对外人比对我们家人都好。出门在外，乐于助人，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她对我做的事特别不屑一顾。她回家就像住酒店似的，对我冷冰冰的。我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谁先说一说呀？我先来吧。好。这些年我和她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特别憋闷。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她好几天也不回家。当时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就支支吾吾的就说：“哎呀，我快了，我快了。”但是呢，过了好几天之后，她才回家。好几天啊！回来的时候我就问她：“你干啥去了？”她就说的有一个大娘是空巢老人，得了脑血栓了，她去医院去护理去了。她说的也被媒体报道了，得到了5000元的奖金。我说那钱呢？我看看。她说的钱直接呢又捐出去了。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做好人好事是我这一生的追求。得到奖金的那一天，我全部捐了出去，1分钱没留。这大娘应该非常感谢咱家吧？大娘对她很依赖因为她经常去给大娘送水果照顾大娘后来大娘呢就认她为干儿子。那是现在呢，这大娘还好吧？身体这2年大娘杳无音信了，因为呢大娘呢有个继子大娘名下有一套房子，那个继子呢害怕大娘把这个房子呢给他。完了呢，就把他这个继母就接走了，但是接到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找不到了。所以就咱一片好心，人家还防着咱是吧？对对对，我也经常埋怨他，我说你看当初咱也没往那上想明明是咱就是说想帮他一下子，还让人家误会了。行，心生不满，有点埋怨哈。对，这还有啥埋怨的事儿啊？他这个人吧，经常做好人好事，也经常上报纸，也经常上电视，现在就有很多人找他拍电影。这个事我非常的不理解。我说咱做好人好事，就是一些正能量，就是说的力所能及的事情，用不着上电影。如果要上电影了之后呢，可能是被某些人利用了，商业化了，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做人还是需要低调一些，不要是高调。所以他也很不理解我，老说我管他。我也不想拍电影，但别人他想给我拍呀。他说，不是宣传你个人，是带动你身边的人学雷锋做好事儿，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他那个电影吧，有的人说的还让他去拉一些赞助，但是我还怕那个电影呢，他再拍不成，这个把别人的赞助款不就是给卷走了吗？因为这事儿吵架生气了吗？好了很多次，年年有人就说以拍电影的这个话题去找他拉投资款。拍了没有呀？没拍。我说我还有很多好事没做出来呢，先不用着急，咱得低调。这个老照顾别人会不会这个有时候太累，身体也受点影响啊？有，我们家乡有一次烧到了56年一遇的大暴风雪。他呢带着他的团队3天3夜也没回家，去扫雪去了。当时走的时候穿的也不是说那么多。
完我就担心他，给他打电话，我说的你赶紧回来吧，要不然回家多穿点衣服。我说的你再冻感冒了怎么办？他有的时候也顾不上接电话，回家了的时候感冒了，给他送到医院去了，打了好几天的点滴，家里头也花了很多的钱。完我就说，你说你本来咱家就不富裕，你说你又花了这么多的钱，你说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这把身体也搭上，自己钱也得搭上哈。这搭钱去做公益，去献爱心，是不是这样的事儿也常有啊？对，那个扫雪啊，我要方便人民出行，我怕别人滑倒了、摔了啥的，把路面扫干净以后，人们这啥的可以正常上班工作。您这是一个自发的行为吗？对呀，组织我们的团队的人。那您这团队人多吗？目前啥的是1万多人。1万多人对。但是你们这个团队是没有经费的，是吧？对，都有爱心企业家给我们赞助。是不是自己有时候也得出钱呀？对呀，我钱都捐没了。但是我的人体器官都捐献了，都签完协议了。你老公可真是个大善人哈！确实是，他刚才说把家里钱都捐完了。社区哈那些个树生虫子，完了也挡光，他就自己买大卡车，完还买那些个油具，完还雇工人，完去给人去修树去。修完了那树肯定是花很多钱呢。完我就说，你看你这钱为什么不能拿家过日子呢？过日子管他要钱1分钱也没有，完了这就有钱了，很不理解。我看这树上就是生虫子我怕居民被蚊虫叮咬，他那个走道都不方便，还有遮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我们爱心团队去给修剪树枝消杀。你们2位孩子应该挺大了吧？我家孩子去年上初3的时候初3才上面临着小中考嘛，同学都在补课，唯独于我家的孩子不补课。完，同学家长吧也在问我说，姐，你看看你家是差钱呢还是差啥呀？别人都补课，你家孩子不补课，说我们都为你家孩子着急。完，我回来跟他就说，我说看看给孩子补点吧，你马上要参加中考了。他呢就说补什么补？人现在都不提倡补课，你去补课去，是那样的话不补也一样要是说的不是那样的，补课也补不上去。我认为孩子学习好坏跟补课没有关系，所以我把那些钱都用于做公益活动了没有钱给孩子补课您说最后这句话这是关键，反正咱是没钱给人上这课是吧？是，而且愧对于孩子。这是关键点是吧，大姐？对，我非常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作为孩子的父母在孩子关键的时候，我们应该助力一把。女儿和爸爸的感情怎么样啊？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和他特别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就有的很多的事情孩子也不太理解，觉得他爸好像是有点傻。那这爸爸回家对女儿亲吗？他回家的时候每天回家的时候就是看新闻完了对孩子的学习也不管也不问，也挺敷衍的。完孩子呢就觉得习惯了，有的时候问说学习的咋样孩子就说好，可好了，非常好。是我回家晚，也总不着家是吗？对对对。那公益事业用晚上做吗？我起早贪黑得组织这些人员晚上还得开会布置第2天的公益活动。比如说去哪里，到社区还到贫困户里，还到养老院，还有精神病院、孤儿院等等这些还有社会儿童福利院。那你不催他回家呀？每天我也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一回家的时候他还问我老给我打什么电话呀？完我说大晚上给你打电话肯定是有事儿那家里头有事儿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那你说的那这个家有你没有你那有什么区别呀？有时候我开会手机啥的不方便接，有时候静音，所以接不到他电话，他也生气。那您在外献爱心回家呢，对家里边人热情不？不热情，冷冰冰的。对我和孩子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俩欠他的似的，就回家就没个笑脸呗。对。那就像你们这平常会有一些你们的节庆的庆祝什么送个礼物好多家庭会有的这夫妻之间的这种沟通老公因为忙总不回家呢，咱就送点礼物，
他这个人好像不懂得人情世故似的。跟他结婚这些年，他没给我过过生日，也没过过结婚纪念日啊，什么情人节啊，从来没有过过。我认为呀，咱现在不需要过生日，就是把家照顾好就行了。那照顾得好吗？在外面啥的做这些活动啊，就奉献，在家里头啊忽略了，所以很对不起呀，我的爱人和孩子，心怀愧疚，在这里说声抱歉，对不起，请多谅解。哎呀，大哥这个道歉态度特别来得快啊！这愧疚之心，他得变成具体行动啊！他有行动吗？他就是嘴上好，但是说一到实际上哈，一说做公益的，跑得比谁都快。去年我父亲过生日的时候，我说的我爸爸要过生日了，你陪我一起回家吧。因为我们家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啥的都去。他当时答应的可好了，但是等到过生日那天哈，他就说他有事儿，就去不了了。我就自己开车回家了。当时呢，亲戚朋友都问我说的，哎，你老公咋没来呢？哎，我说的他今天忙有事儿。但是说完之后，我心里头也很尴尬，面对着我的那些个亲戚哈，我就觉得哈无地自容。过了一些日子，我母亲过生日，我母亲吧已经卧床2年了，我就觉得这个生日可能是她过最后一个生日了。当时呢，他确实是陪我回家了。他到屋呢，转了一圈呢，他就说别人找他谈事儿，他又走了。当时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很不是滋味。因为我爸爸妈妈供我上一回大学哈，就是说我应该多去回报一下我父母。可是呢，我和他结婚之后呢，我每天都在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还要帮他带孩子。我就觉得他应该对我父母特殊的好，但是呢，我却得不到这种心理的安慰，我就特别的生气，我就觉得跟他俩不值个儿。空巢老人、邻居大娘，您都能大过年的不眠不休的照顾好几天，自己丈母娘卧床2年了，您在床前尽过孝吗？我也去看过，由于我这个平时忙啊，是忽略了家里头，忙着照顾别人家大娘。怎么想的呀，大哥？你不觉得这表里不一吗？我合计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呀？没有小家哪有大家呀？应该是这个逻辑。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大叔？做错了这个啥呢？家里头啊和外边都应该一样，要尽孝，百善孝为先嘛。他所有大道理来的特别快，你让他认错，立刻就认。但是你再回去再跟他掰扯这个事情，他还是前一个态度。你们结婚多少年了？我们结婚19年了。19年。那大哥，这个公益活动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从小时候5岁做好事到现在，坚持50年。大姐在谈恋爱那一段时间也是知道的，对不对？对，我知道他做公益。跟他搞对象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善良，特别单纯。是，我觉得他特别靠谱，才嫁给了他。但是没成想过日子的时候哈，他却是一个很不靠谱。他是心不在家呀。对，怀孕的时候哈，我们去做产检嘛，他把我送到医院之后哈，到医院他不得排号吗？他就把我扔到那块儿了。完我的上午排号的，下午才能做产检，一等就是等1天。人别人的夫妻哈，老公一会儿给爱人买了点吃的呀，买点水呀，我就一个人在那块傻等。等了也不回来，打电话就说快了。等我检查完事儿的时候哈，他还是不回来。后来我就生气呀，一气之下我就自己打车回家。那他干什么去了呢？那时候去做好事儿去了。社区有一位老人需要上医院，给我打电话，完我就开着车就去了。您手下有1万多人呢，为什么必须是您呢？那会儿是不是说您妻子需要跟社区反映一下，我需要接受服务，我需要接受照顾，然后您和您的志愿者就会把这个产妇、孕妇送到医院了，是吗？自己的老人不管，我去管别人；自己的老婆不管，我去管别人。您跟大娘的继子好像没区别了呀。是啊，那时候啥的忽略了家里头嘛。在日常生活里头，您一定是对家人照顾的吧？会给他们洗衣做饭，就像您照顾那些老人啊、需要帮助的人一样吧？不会洗衣服，也不会做饭。有一次哈，就是我接孩子回来，特别累。我说的，哎呀，你不会做饭，那你煮面条会吧？完，他就烧了一锅水，一整挂面，他秃噜一下子全倒到锅里了。哎呀，我这一看，完了，这面条没法吃了。
完我就生气哈，我和孩子谁也没吃。他这个人特别节省哈，那一锅面条他吃了2、3天。那他什么都不会做，他在外头怎么帮助那些老人的呢？不会做饭，会干别的。所以您在家里也干点别的呢？我认为哈，他不是不会干，他就是说在家里头哈，我让他干活的时候哈，他是生气，他一整挂面都下在锅里，他那是在生着气在干活的，气我。这样的老公是不是结婚以后基本上你就一直很不满意？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我跟他俩也闹过，也打过，我们俩曾经也想离婚，离了2次，但是都没离成。咋就没离成啊？第1次的时候哈，我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结婚证，带着他去了民政局，他排的号。完等到轮到我们的时候哈，他和工作人员说他忘带了身份证。故意的吧？故意的。谁提出的离婚？他提出离婚啊，你就同意了？得配合呀。这会儿配合了，做家务那会儿、做饭那会儿不知道配合。反正这次没离成，还离过1次呢。还有1次晚上打电话也不接嘛，等他回家的时候，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闹起来了。我说这次必须得离了，他也说那没有办法，那你不支持我，也不理解我啊，那离就离吧。我说房子归我，房子是我自己买的，孩子归我，车给你，因为你平时做公益嘛，需要车。第2天我们俩大早晨起来就去了民政局了，这次证件都带齐了。到那一看呢，民政局搬家了，我就蹲在马路牙子，我说就嚎啕大哭啊。哭了一会儿之后呢，他拽住了我的手，说：“哎呀，媳妇儿，这都是天意，回家吧，我们俩好好过日子，一同呢见证孩子呢长大，你看看老天都在帮我们。”后来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一辈子可能就是说为他而生吧，认命了。就想让我们劝劝他，多关心关心家里，是这意思吗？是。先生，你这张口就能说好多这个道理的人，这还用我们劝吗？现在自己顿悟了，在外面做公益慈善的同时啊，也要把孩子和媳妇儿照顾好。等等，你这道理都懂，你为啥不做呢？我想知道这个。就是合计把大部分时间呢都用在外边帮助别人了，家里就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了。以后就有时间了？现在就得外面和家里呀都得要照顾好啊。你信他吗？我不相信。这话是不是说了10几年了？对，道理我觉得都懂，但为什么这先生懂这道理，但是19年的婚姻从来就没有执行过，导致今天我们妻子忍无可忍来到现场哈，也听听老师们的解读和建议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能看得出来，这2位都是非常善良的，就是能够支持您在外面，就是19年的婚姻都支持您出去做好人好事。其实这个大姐，我觉得她比您可能更有格局一些，因为她其实又要兼顾支持你的人生理想，她还要兼顾把这个家庭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然后这个是我觉得2位值得肯定的地方。大叔，我觉得您有一点就是整个上场的所有的表达非常的官方，你好像知道很多道理，但是你从来没有自己去践行过。你好像有一些所谓你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你真正自己负起的责任你并没有承担起来。我们有一句话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觉得一个人你应该先管好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爱你的人。你想要给这个社会的其他人都带来幸运，但是你给你身边的人带来不幸，为什么你的老婆就比别人少一点疼爱呢？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父亲的话，那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天生不配被人爱呢？你爱这个社会所有人，你就是不爱我和我的妈妈。我只替女儿说话，只替女儿发声，因为我是个女孩。您在外边做的好人好事儿，这个我给您点赞，但是您在家里边几乎等于完全没有付出。家里什么事都不管，您外边累了一溜够了，别的事儿都干好了，往家里沙发一坐，看着电视，孩子从这儿走，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您觉得谁会佩服您？家里谁会听您的？您对家里是不是应该有深深的愧疚呢？是，还得回归家庭啊。所以我跟他说，我说让我们做一件最浪漫的事情，一起慢慢变老。您别光嘴上说，因为我发现您太会说了。
我觉得现在您恰恰不应该再说了，应该就是实际行动，该干活干活，该干嘛就干嘛，多关心多照顾，哪怕带孩子带媳妇儿一块出去玩玩，联络感情，就是说爱心是永远献不完的。我们这位先生确实是为我们社会做出了贡献哈，为很多需要帮扶的人献出了爱心，这个是值得鼓励的。但我们节目是爱情保卫战，是保卫我们的婚姻和情感的。说实话，先生，我其实很生气。我就是站在这位女士，我和你感同身受。我管你在外面是什么风云人物，多少人采访你，你多牛，回家你就是我老公，回家你就是我儿子的爸。你做的不好，我就生气，怎么不能骂呀？我觉得你在家里就是做的不好呀。是。为什么把笑脸都给了外人，回家对妻子女儿冷冰冰的？你是真有爱吗？我们好多这个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好，各方面的这个人士也好，他们的家人也都很支持，他们给家的时间也很少。但为什么好多家庭非常和睦、非常恩爱呢？即便人家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回到家里也是真正成为家庭的成员，才能顾好小家啊。你如果说我就只会一种传递我爱的方式，就是给这个社会，我不会和亲密关系当中的人产生深厚的情感，那您就离开他。但既然您选择了成家，对一个妻子、对一个女儿就要负责任。您太太真挺好的，从上场就基本上没给您摆脸色，基本上是笑着在说话，这笑里边都是泪呀，你给她造成的都是消极的感受啊。而且她内心是很纠结的。你看我老公吧是个好人，别人都说好，可是我老公吧对我来说就不是个好人，不爱我们。那我要不和他好，别人说我怎么和一个这么好的老实人、善良的人能处不好，别人还要指责我，他背负多少痛苦啊，你女儿背负多少难过呀。我觉得您要正视这个问题，否则真的谁跟您过日子都难受。我略微有点不同意见。在这一对夫妻里头，我觉得可能情绪受到压制更多的反而是大哥。他作为一个志愿者工作者，平时出去给人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至少都能得到一句感谢。人人至少都会知道说，这本不该你做，但你做了，谢谢你哈，你是个好人。他出去能听到这些。但是每一天只要回到家都能听到的是，你不做饭，你不拖地，你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你爸生日你不回去，我产检你不陪我。因此回到家都面对苛责和否定，他只有转身出去接着帮助其他人，因为在其他人那里他好歹还能得到一丝认可。对于您来讲哈，我觉得姐姐的人生是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你的善良的尺衡量的标准叫做你做了好人好事，大娘的孩子还把老人接走，以为你惦记房子，你看你吃亏了吧。你的尺衡量的是付出得有回报，回报如果不是有钱有名，至少别是骂我。但大哥不，大哥是我的善良的确没有尺，我做了，我当下救了老人了，然后奖励我的钱我也全用在他身上了，我觉得我帮助了人真好，哪怕后来他的继子以为我会争夺房子，我也不解释。在这一点上，他的格局的确比您大。而您在家里头如果老拿这个事儿来说他，就会让他感受的是，我本来就是在做志愿者，我本来就是在做无偿的献爱心，可是你天天跟我老在后头磨磨唧唧的说，看你得到了啥，看你自己最后都是遭了什么样的罪，这样反而使我的工作变成了一个有偿的。然后大哥会觉得我跟你交流不来，我宁可去跟我10000个志愿者的小伙伴们进行交流。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您没有支持，而您觉得我支持的绝对够了，我既同意出了人，我丈夫，我还出了钱，我们的夫妻共有财产。但是因为你嘴上老跟他衡量付出和回报比，使他感受到的就叫做妻子没有支持够我。所以如果说今天要调整，不只是大哥，还有您自己，而您的调整在这个婚姻里头会更有用。因为您是首先不会离婚的，在这个婚姻里头能否感受快乐，就取决于您的一念之差。您在这一瞬间决定我要表扬我老公，你的老公今天就回到家感受家庭美满。你要决定在这一刻我要跟他翻旧账，你的丈夫哪怕是人人都歌颂的男人，他在你这儿都只能成了一个被矮化的、被唾弃的人。所以您需要调。对于大哥来讲，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是要跟妻子讲的，
不要害怕自己露出软弱，你也可以让你的妻子感受到，我能在外帮助人的我的丈夫，因此我很重要。最后还是要跟您强调一个什么呢？志愿者有5个原则：不因志愿服务而疏忽家人，不因志愿服务而身心疲惫，不因志愿服务而苛求他人，不因志愿服务而烦扰对象，不因志愿服务而责备社会。对于您来讲，您苛责了自己的妻子，您疏忽了自己的家庭，以后以身作则，然后让自己的志愿者队伍都能兼顾好自己的小家，同时造福社会。说得太对，谢谢。我说经常说，我说不能理解就谅解，不能宽容就包容嘛。站在舞台当中的2位，谁是真正对这个社会做公益的志愿者呢？不是大哥您，而是这个大姐。大姐做这件事情，不仅贡献了自己的老公，而且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老公，你在外面其实是镀金了，但家里的亲情在生锈。整场来说，你并不真诚，我丝毫没有感觉到你们之间的感情，家的味道，夫妻的味道没有。您说的都是官话，都是场面话，但我丝毫感觉不到你们之间的爱在哪里。如果从我们家庭的角度来讲的话，您这公益是一个逃避家庭责任的一个借口。我们说什么是我错了，认错也是在一种逃避、自我保护。您说你从小就开始做公益，就帮助别人，一开始我认为一定是真心的，但这19年的婚姻生活当中，你把温暖全送给外人了，而家人变成了一个冰窟。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看全面的您的话，我们怎么认可您的表现呢？为什么不能去照顾自己的岳父岳母？因为他们真的是需要人。你照顾之后，他们不可能跟你说，哦，谢谢你啊，女婿，你太好了，你真的是我们应该感恩戴德的，你得不到这些。但是在外面你可以照顾陌生人，因为他们一定会给你精神上的回复。所以在公益的外表之下是什么？是您的私心。恕我直言，您在对这份家庭责任当中，您太吝啬了，没有一点付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说真正有爱的是您的夫人。19年，直到现在他还说，我是怕我们分开之后没有人可以让你感到温暖。我觉得大姐很智慧。你不喜欢公益吗？你不喜欢公众的评论吗？那这个场合就是公众的评论。我们当然认可你的付出，对社会的贡献，但我们不能亏了自己的亲人，对吗？老师们说的呢，你们也好好思考一下。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那其实调整都是从自己开始的，好不好？你们也思考一下啊。下来休息一下，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来，请坐啊。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刘先生59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曲女士57岁，来自吉林退休。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结婚35年了，有一个姑娘已经结婚生子。我们已经进入晚年，每每想起过去的这些事情，都让我无法释怀。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只好面对和解决它。为了这个家辛苦了一辈子，一直选择容忍，让我都透不过气来。那谁先来讲讲呀？家里这事儿，我先来吧。好，从结婚到现在，我都没有方向了，我不知道应该是继续还是应该怎么样。35年找不着方向了哈。当初结婚顺利吗？在他小的时候，他爸爸没了，他妈妈带着2个儿子，他父亲当时留了2套房，我大伯子1套，我们1套。然后我们这套吧，相对的大一点，也不大，62平。后来呢是婆婆要跟我们一起住，
说实话哈，我们那个年代都不愿意跟说老人一起住，但是呢，没办法，儿子孝顺，到结婚的时候打家具，我的父母那个时候开工厂，我们家条件算挺好的。完，我家也大，完说上我家来打来吧，这样还能省点钱。当时也是婆婆说买这些床上用品啊，包括这些东西，你跟我俩一起去。我说我不用，我说你就买就行，不用说买好的，买什么样的都行。当时买这些东西呢，都是挑最便宜的买的，这也都无所谓。因为我爸爸都说了，说咱们嘛不奔人家条件，就奔这个孩子，只要他对你好，我们老人也放心。其实两家的当时条件就不太一样，是吧？等于结婚，你们娘家出了更多的钱，这婆家就买了一些便宜的这种结婚的东西。对，是不是先生？对。但那个时候有感情也就在一块儿了哈。对。你是不是也没给人彩礼呀？那时候也没有。不行彩礼啊，不行彩礼。反正呢，这不是因为感情好的嫁了吗？是啊，那婚后呢，过得怎么样？婚后吧，就是我大伯子做生意赔了20多万，房子也抵押出去了。然后呢，老太太呢也没跟我商量，直接搬到我们这个62平的房子了。几口人啊？7口人挤在一个62平的，都生孩子了是吧？对。说你们7口怎么住在2居室里啊？我们3口人住一室，老太太住厅里。那个屋给那个大伯子3口人住，这7口人挤在62平的房子里，挺艰苦的。我大伯家是一个男孩，我们呢是个女孩，差1岁。老太太领着孩子下楼出去玩，夏天嘛买雪糕，买2个雪糕都给孙子，这个手拿的都化了，孙子这个吃，我们的孩子就搁那瞅着。那你这事儿回来不跟你老公吵呀？跟他说也没用。他总觉得他妈不容易，带着他和他哥，所以这点点滴都在心里是怄着气呢哈。对，这一件一件啊，邻居都说你看你这老太太多有福啊，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多圆满呐。老太太不这么想，哎，我买一个鸡腿就让那个孙子吃，我们那个就跟着瞅。我当时看见我那眼泪哗哗的。天，那这当爹的这心里不难受吗？自己闺女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也没啥办法，老人的想法我也左右不了，他本身就是旧观念。那你理解你媳妇儿心情不好吗？理解是理解，但是没法劝父母。因为你看这个条件，大伯子在一起就一个卫生间，上个卫生间都不方便。我们呢就不咋回来，就是在我父母家住，包括我也把他带回去。这样式的情况下，1分钱生活费也都不少拿，晚交一会儿都不行。他呢，就是从我们没结婚前吧，他就领同志，有几个人在外头挣点外快，然后呢，他也是贴补家里。因为本身我大伯嫂没有工作，再生个男孩啊，再加上我大伯子挣的也少，完天天回家还得喝点儿，抽烟，就这样。他回来，他妈又跟他说这个你怎么没按时给我呢？就是你额外挣的钱，然后他。也是那边压他钱也没给他呢，他就跟他妈说这边也没给我结账，等我结账了我再给你。第2天早上他妈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还没起床呢，他妈就开始骂上了啊，就说你看跟你结婚了，我儿子都变了，原来是到日子就给我钱，现在呢是给他要钱，他说没给他开，就是你给带坏的，你妈也没教育好你，你咋这么损呢？反正就总找我茬。哎呀，你说这日子我咋过？他在旁边啥反应啊？他上班走了，老太太不等他在家骂我，所以一直是你老公赚的钱贴补着一家7口人，对，但还不愉快。对，你也不工作是吧？我那时候孩子也小，就也没工作。对，那就一直这么一家7口一起住吗？现在是搬出来了。啥时候搬出去的呀？我们是去年，就一直这么几大家子人住一块儿，就这么住的。住了多少年？住了10年呢。那搬出来之后住的地儿是买的房啊，还是租的房啊？我们买的房子。又买了一套。对。那现在这套房归谁了？给我大伯子了。大哥也没给你们点钱？没有。可以啊，这胳膊肘全都拐向其他人哈。还有就是说买冰箱哈，我们冰箱因为是我父母陪嫁我的，当时呢是放在厅里，因为大伯子回来没地方住。因为把这个冰箱直接就是搬到我们卧室去了，
然后呢，老太太看大伯那边没有冰箱啊，用也不方便，老太太就偷着给他们买一个冰箱。然后呢，老太太总给他们买点水果啊，各种蔬菜呀什么的。买水果呢，为啥放他那屋？是怕我们偷吃，不想让我吃，因为说你妈家条件好，你们也不差呀，我肯定是不能搭你，得给我那个老大。就这样，人还生的孙子嘛。早上买的西瓜放冰箱里了，老太太晚上去取去，说也想吃一块哈，结果呢拿出来是坏的。老太太就问我大伯嫂，西瓜放冰箱里，早上买的怎么就到下午就漏了？这西瓜怎么就这么快呢？哈，她也纳闷儿。其实这个西瓜还是我大伯嫂放阳台上晒了，晒坏了，放冰箱里了。大伯嫂后来跟我说，你看他对你不好，其实我也可烦他了。我是把那个西瓜放坏了，放冰箱里了，我不愿意他总上我这屋捯饬来。后来呢，也是老太太喜欢这个孙子嘛，我们也不在家吃，老太太就给孙子买鱼啊什么的给孙子吃。那时候吧，吃鸡苦胆败火，完这鱼胆他以为也败火，给孩子吃了，完后来孩子夭折了，没抢救过来。对，现在呢是大伯嫂又生了一个女孩。那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是吧？也10多岁了。您的孩子也成家了吧？哎，我姑娘32岁了都。哇，这姑娘出嫁前就一直挤在这7个人的房子里。对，反正和婆婆也这么多年处不来，也搬出来了哈，搬出来总好点了吧？我父亲去世比较早，他确实是不容易。我呢还有能力，能贴补家一些呢就贴补家一些。我寻思我哥哥当时回来住呢，我妈妈跟我说了，但是我作为兄弟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也不能让他住大街去，能帮他一把呢就尽量帮一把，尽快的让他走出来，我是这么想。那你这个体恤你爱人的这个感受了吗？当时没有考虑的那么太周全。那这抛开说这个哥哥呀婆婆呀这些事儿啊，就你们夫妻2个呢彼此相爱吗？支持吗？互相？我们2个之间不存在什么太大的问题。你们俩之间没问题。妻子觉得呢？觉得他现在的话来讲有点愚孝。其实你孝顺我也不反对，就我父母也教育我说，老太太老婆婆不容易，带着这2个儿子哈，给你们成家。但是说实话哈，但你得站在我的立场上啊，你不能说一味的你妈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多委屈啊，我搁家哪受过这气呀？你就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的话，你能像我这样吗？7个人住在一个家里头，多不方便，又是个大伯子，老太太总找我茬，她就觉得反正我这儿子孝顺听我的，我怎么样，我儿子也不带跟我急眼的，但是我大伯子不行啊，你说我媳妇儿一句不好使，他就不敢惹。最严重的一次，我大伯嫂领孩子下楼出去玩去了，他们都没拿钥匙，他没拿钥匙进不去屋了，上我妈家去作去了。说到我家就说我妈啊，你怎么教育的姑娘啊？总结婚了都不回家啊，领着孩子搁娘家住，哪有这样儿媳妇啊？你们也不往家撵，又说我妈又说我爸，反正又把我一顿损。你说也太不讲理了。和你爸妈聊过吗？就是日子过不下去。我跟我妈也说过，我妈说的，你是一大家人，确实不方便，尤其夏天。完说那就回来搁家住吧，也孩子小，我妈也能帮我照顾照顾孩子。谁有家谁不愿意自己过小日子呀？真是的，我就因为这事儿啊，我就是现在我一想起来哈，我就是满脑子我就过不去，导致我现在呀睡不着觉。一想到过去，我就不能跟自己和解。就是30年前的事儿，现在还是消化不动，还是消化不了。想起来就生气，想起来就生气。他总说我那个跟他俩找茬。您婆婆身体还好吗？老太太是去年年底没的。我问一下您爱人啊，你妻子唠唠叨叨说过往是30多年的这种不愉快，是不是总说呀？是有点频繁。那你怎么去让人家把这个心结打开？你做了啥工作吗？我只能是不吱声或者躲出去。哎，在婆婆去世之前，她的心结这么难打开吗？在去世之前她没有，
对吧？所以是因为对手不在了，突然一下，你每天自己在家里较自个儿的劲儿了，消失了。哦，是这个原因啊。有时候真的就自己就可委屈了，想想就哭一场。现在吧，我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头2年是退休的时候被聘请去到我们当地的一个连锁的店去做管理。我们整个吉林省吧，大概17家店，我也总出差。然后我就是回来的路上，因为也开车挺远的，有时候回来我就饿得挺饿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回家呀，你给我做点啥，我进屋就想吃上这口饭。跟他说挺好的，他也答应的挺好的。回家根本连火都没动，你说给我饿的哈，你说我还得现做，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我也出去工作去了，我还挣得退休金。来说说为啥不给人做饭？平时吧，把钱都交给他，干啥吧，他总说我做饭呢，说不是油大了或油少了，再不就是咸了淡了，总有事儿。所以说我就没做，就做多说多错多，是吧？对，不如不做啊。那你其他方面好好表现一下呗。其他方面我应该没啥问题吧？怎么没有呢？现在他可冷落了，就是我跟他说话他都不愿理我。起码去年我就拍广告，我有一个搭档，然后比我小，拍摄的地方吧，正好那个搭档从我家经过，然后呢他就接着我回来，拍完了他再给我送回来。他看见了他就不舒服。然后有一天呢，我这个搭档也说的姐呀，咱们找姐夫，咱们一起出去吃个饭，正好咱们也认识一下。吃饭这个期间吧，我这个搭档就说了，说姐夫啊，那个姐那个腿上那个痣啊，就是我正好有个朋友，就是说是开美容院的，到时候让他给看看是激光好啊，还是手术好啊，就是说让他疤小一点。完他听着他就生气，当时就撂脸子。不是，那您生啥气？您说说。他平时穿的一般出去都是穿个袜子。那个痣吧不容易发现，我认为他同事不应该知道他这个父子的位置。就您觉得我觉得他关系不太正常。哦，就很隐私的事儿让人家知道是这事儿吗？对，其实就是夏天都得穿丝袜或者是光大腿嘛，凉快。然后我就是始终穿这个厚裤子。完他说姐呀，你怎么穿这么厚，不热吗？哈，完我说这不是我这个腿上有个痣，就是说那个爱美这面嘛，也不想把那个不好的面露出去。完他说没事，正好我有朋友开美容院，到时候我领你去看一下是怎么疤让它小一点。我这个搭档还跟他当个好事跟他说，完他就吃醋啊是咋的？你说我这个年龄我能干啥？我要是想跑，我年轻我就跑呗。哎呀，这婆婆在的时候都没跑，现在对呀，那么苦的日子我都熬着。哎，听明白了，这个大姐这个退休以后生活很丰富。又是什么管理店，还要出差，还又拍广告，这个接起活来了，还有男搭档，是吧？所以大哥您现在还没退休呢吧？没有。所以你是吃醋了？所以大姐您今天来是干啥呢？是抱怨一下过往呀，还是有什么想法？我都觉得我跟他说啥他都不理我，就是冷暴力吧，也不知疼也不知热。我就说我跟他苦了一辈子，没享过福。我就寻思我是何苦呢？你说我还有必要吗？我都没有方向了。懂了懂了，您的没方向指的是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对呀，不行咱就不过了。对呀，我自己过得能挺好，我何必跟他将就呢？您就直说呗。这个出去闯荡了一番，觉得外边世界很精彩。这老公反正过去也没给我带来什么好，以后看来也带不来什么好，不想要了。有这想法。完了，大哥咋办呀？人家都不想和您过了，您什么想法呀？我就感觉他最近对家里这一块好像是不太上心，太忙了，应该。那您是希望他别那么忙了？对，回来多照顾家一些。从小一起的夫妻到这个年纪了哈，其实我呢每天呢也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还能挣钱，是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儿？我忙忙碌碌总比在家闲着好，尤其这个年龄，是不是挺好的？是。你没必要说这个年纪了，你还什么又去觉得我又跟男搭档又怎么样了？你有这个必要吗？我年轻前我都没这样，我这个岁数我能干啥？您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别管我在外边的工作，我是正常工作，正常赚钱，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你不能干涉我，这是第一个要求，是吧？对。还有要求吗？再一个就是说啥，我回家，我要是说让你给我做点饭，我就不管咸了淡了，你得给我做。本身我跟你受这么多年苦，所以第二个这是要求，也体会一下被关爱、被呵护的感觉，你多少得往这方面做一做，是吧？我其实没别的要求，只是这样，我跟你说话，你得回应一下，你别不理不睬。如果这2个要求他都做不到，这日子您就不想过了，对，是吧？对，大哥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大姐，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如果说你想离婚的话，你问过你闺女她咋说吗？我姑娘不同意，她说我爸虽然说不是那么爱表达，但是就是说我爸这么多年，就是没表达出来，肯定也是爱你的。你看，尽管说不像说人家那会说，他表现在所以其实你是跟你女儿表达过这个事儿啊，说过。我其实是坚定的支持您离婚的。我因为跟这个男人，我在前面压抑了20年，都没有受到一个合理的尊重和对待。你前面忍了这么多年，就算跟他继续过下去，我也不觉得你这个事儿能跟自己和解。我觉得女性应该被尊重，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和平等和尊重，让我们开始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觉得你是真正的意识觉醒了，觉醒的并不晚。57岁的年纪，忙忙碌碌寻宝藏，正是我觉得人生刚刚才开始奋斗，非常优秀。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孩，你也没有责怪她，你也没有怨恨她，甚至她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伤害你，她只是想去做她自己。大姐是上了咱们这节目，在刚刚才决定说出来，我有这个离婚的想法吗？对，之前跟她说过吗？没说，没说过。好，可以了。大哥，危险吗？危险。意识到他会说这些话吗？没有。当大姐说出去有工作，开始拍广告也好啊，干管理也好，您是支持啊，还是反对啊，还是无所谓啊？不支持也不反对，那就是无所谓呗。都念叨这么多年，您这会儿照顾情绪，难道不对吗？就是您不觉得这么多年您爱人很不容易吗？因为我觉得2口子之间这个情绪是互相给予的，就是一方面委屈开始有埋怨了，其实另一方就应该产生警觉了。哟，最近是发生什么问题吗？是我哪儿做的不对吗？你得想办法了解呀。就再大大咧咧的，为了日子过好也得这样吗？更何况这么多年的积怨留下来的。而且还有一个大姐，我跟您说，其实不应该听孩子的了，他已经独立出去了。我觉得这会儿您不要考虑任何因素，您就做好自己的决定。大哥这边我也劝一句，您也做好自己的决定。您如果只是为了他最近不怎么关心家里了而想继续这段婚姻的话，我觉得您好好琢磨琢磨，因为这样好不了。尤其这边事业越来越好，社交圈子越来越扩大，您先甭管他外边有没有事儿，但是人家的视野开始广阔了，人家不会再受你这个窝囊气了。你又不理我，你也不跟我沟通，你也不哄我，你什么情绪价值都提供不了我，然后你还要求我，您哪怕嘴甜一点说2句服个软，人家都不至于这么大怨气。我其实听着挺糟心的哈，大姐不痛快，我觉得大哥也未见得就痛快。他但凡能够有能力解决，他肯定不愿意让妻儿挤在这么小个地方。他但凡有点能耐，他肯定不愿意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爱人搞得这么不愉快。但是过去30多年，大姐您可没有因为这个就不过了呀。这怎么婆婆都走了，30多年过去了，您开始翻旧账了？您今天站在这儿用了80%的时间在数落过往30多年你的不幸，其实就一个目的，为了给你今天自由幸福的生活找点砝码。正常的逻辑是你对不起我的时候我就走了，你为啥没走呀？因为当年你们也是夫妻并肩过日子，相濡以沫，克服困难的呀。你们曾经是一条心的，他那条心还在，人家没变，好吗？您现在日子过好了，您就想把他抛弃了？您追求自我，有丰富的生活，我给您点赞，咱女性应该这样。但是你也得回头审视下35年的夫妻，一个老实人，一个有点窝囊的，但是对你忠心不二的男人，你发展了，他怎么办？您不要再抱怨他了，您也收回您对30多年这不停的唠唠叨叨，过去了。先生，我也得劝您一句，您爱人现在真的是走出来了，人家越活越精彩了，您也得加快一点步伐，该学做饭学做饭，
互相拽彼此一把，停止抱怨，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谁也别把谁落下，一个都不能少。年轻前儿我没想着过什么福，那人也多，可能你也没法表达。现在呢，咱们俩也搬出来了，你就不能跟我说点软话哄哄我吗？是我只要一句好听的话我就满足了，我不需要你做什么。确实，这个是您妻子表达的是她真实的想法，我不认为她是想离婚，她只是犯了跟很多中国不幸婚姻的女人里头通病，就是情感不会好好说，不会正向表达。明明只需要说一句老公我爱你，我需要你抱我，老公你给我做个饭，你做的饭最好吃了，明明是一句这样的话能解决的问题，他们会30年细说从头。从你妈对我不好，结婚给我的彩礼也少，你这一辈子都亏待了我，靠指责靠批评来换取老公能给她做晚饭和老公能抱抱她。年轻人也好，哥哥姐姐们也好，咱学会有爱正向的大声的直接的说出来，千万不要拐弯抹角，不要好话反着说。其实姐姐只想要2样事情，一个是给我多点爱，我说我想让你给我做饭的时候，你不想做，你到楼下给我买2包子都行。他最难过的是，我跟你说了我饿，我希望你给我弄点吃的，但回来你什么都不做，他会觉得被忽视了。您不喜欢被忽视，您的妻子也不喜欢被忽视，所以听懂妻子的需求，他有的时候是想抱抱，有的时候是想让你说你爱他，有的时候是想让你夸她漂亮，有的时候是想让你告诉他，虽然咱今年50来岁，但依然有吸引力，所以老婆我真的会吃醋，你可以正确的表达这些。第二件事就是他要自由，这个自由也是这个年代的女性刚刚拥有的新脚本。他们在过去的人生里头，你也听到了，他说我有时候想离婚，但我妈妈不让。有过那么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握着人生的旧脚本的时候，我不能做那些事。我的人生就是伺候老人，照顾丈夫，把女儿拉扯大，现在女儿结婚嫁人了。我在社会工作的时候，我想得到一点点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我不是要得到离婚的自由，我也不是要得到跟别人发展暧昧的自由，我只是想得到继续受人尊重，在社会里头有社会角色，可以跟人进行社会性互动的自由。这个咱能给他吧？可以。然后最后提醒您的就是，当你的妻子不停地说这30年来你看我忍辱负重做了什么的时候，不是抱怨你，我得替他翻译一下，他想说的是，情况再糟糕我都不会离开你，我都那么爱你，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因为一个外人离开你？他想说的话，有的时候您得仔细的听。你们俩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导致现在的结果，2个字儿：愚孝。丈夫是一个孝子，纵母戚戚；媳妇儿其实也孝顺，隐忍成疾。好可悲啊！你们现在回想起我们曾经30多年的感情，只有一句话是什么？我忍了婆婆30多年，说明我爱你。我因为爱你，所以我忍受不公。我因为爱你，现在我就把这个旧账翻出来说，让你来更爱我。30多年你们谈什么爱了？所以为什么妻子现在要跟自己和解？就是因为现在所有表面的矛盾都在隐藏着伤痕。其实你们当时如果但凡有一个人有能力知道什么是孝，什么是尺度，什么是边界，早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不是在婆婆去世之后。换一句话说，如果婆婆还在的话，你们不至于闹，还在维持着一个所谓表面的一个平和、完整、幸福的一种模式，都习惯了嘛。现在突然罩在你们头上的这个枷锁没了，你们不知道怎么好好过日子，所以现在所有的表现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我建议需要一个更激烈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们有一个仪式，你们2个人真的是要说一说这30多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所以说你们俩真应该谈谈情了，如果他还在的话，这样才能有新的开始。老师们的建议你们也思考一下啊，待会儿我们门打开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那接下来请我们4位嘉宾都回到转门后来，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完整的节目视频。好，我们来看看这两组嘉宾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这第一对夫妻，他们的选择是怎样呢？请开门。你们商量好提啥要求了吗，大姐？首先，我父亲的生日每年他必须得去。我的生日每年他必须给我买礼物。哎，对，结婚的纪念日他也必须给我买玫瑰花。还要请我吃顿饭，带着孩子。能做到不？一切照办。希望你们在日后的这个行动当中，得到更多的磨合和这个情感的升华哈。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你老公是个好男人，妻子也是个好女人，希望你们一对好人好好生活啊！谢谢你们，再见。谢谢。第二对夫妻也是要关爱来了哈，表现形式不一样，内核都一样。那看看他们的选择吧。来，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问题不大，那肯定也在，肯定还是会出来的。哎。哟，也是牵着手的。30多年的夫妻了哈，有什么要说的吗？此刻这些年风风雨雨，确实是很不容易。感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谢谢。其实说心里话，我也不是说非得想怎么样哈。就是这个年纪了，其实没有那么多想法。年轻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后半生吧，咱们俩好好的，就是互相照顾彼此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我感觉大姐想跟这个大叔就是再谈一次恋爱。文老师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咱们再谈一次恋爱，对吧？老母亲也走了，女儿也嫁了，就您两口子，咱再恋爱一把好不好？好，祝你们恋爱甜蜜。好，谢谢你们啊，再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